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9月1号，中国发布了新的海事法规，要求一系列船只在通过中国认定的领海时报告信息。这些外国籍船舶包括战舰、潜航器、有核动力或者载运放射性物质、危险化学物质，包括其他任何可能危及中国海上交通安全的船舶，在进入中国海域时呢，要进行货物和呼号等详细信息的申报。当天，美国五角大楼就抨击了中国提出的所有进入南中国海的外国船只必须向中国海事当局注册的新要求，并且称呢，这是对航行和贸易自由的严重威胁。五角大楼表示，美国仍然坚定地认为，任何沿海国家的法律或者法规都不得侵犯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权。除了美国之外呢，澳大利亚在这个问题上跳得也比较高。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已知悉中国要求特定外国籍船舶在进入中国领海时报告详细信息的有关消息，声称重要的是，任何此类要求都必须符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澳大利亚国防军的舰艇将继续展开符合国际法的航行自由。中国完善自己的法律原本是很正常的事，而且明确了各种船舶以及水下潜航器进入中国领海的管理办法。未来维护我们国家领海的安全就有法可依了。而美国和澳大利亚之所以对此感到害怕，除了他们要反对中国发布的各种船舶进入中国领海所必须的通报制度以外，而且呢还包括中国对领海的认定。中国政府并没有说这项法律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突，应该是共荣共通的。那么现在唏嘘的反而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过去美国海军一直在钻国际法的空子，比如说他们进入中国在南沙的某些岛礁的时候，侵犯了我们所认定的12海里的领海。那么未来如果外国军舰进入中国明确认定的领海，而且呢不进行通报，那么后果恐怕就要掂量了。另外，这次公告还重点提到了潜航器。那么这些潜航器指的是潜艇吗？那倒未必，因为只要外国的潜艇进入到了我们的12海里，那么就是侵犯我们的主权，我们就有权对它采取严厉的措施，包括对它实施攻击。那么显然这次重点点的这个潜航器多半呢是由一些民船或者是打着民船的幌子所携带的潜航器。如果这些船只进入到中国的12海里范围以内，悄悄地放下潜航器来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信息，那么这样的行动就是侵犯了我们主权，而且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敌对行动。我们必须对这样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措施，严格管控。一旦这样的潜航器被发现，不但会被我们没收，而且我们恐怕还会对这些船舶所投放潜航器实施重重的罚款，而且某些船舶恐怕今后永远不允许它进入中国的领海，哪怕你是执行的是民事任务。这也应该是此次公告的一个重点。在南海，水下的较量可能比水面更为激烈，那么这个水下的对抗如果延伸到了中国的12海里范围以内，那就是对我们的侵略，对侵略行为采取严厉的措施是有法可依、有理可据的。更不要说那些核动力的潜艇了。如果美国的核动力潜艇敢于进入我们的12海里范围，那就是战争行为了。那么这样的情况，过去不允许，现在更不允许了。当然，这次中国制定的新的法规还包括了很多其他类型的船舶，包括核动力船舶，比如说核动力破冰船，以及携带有核放射物质的船只和携带有危险化学物品的船只。那么这些船只进入中国的领海必须报备，哪怕你是民用船只，你载的货物可能是违规的。那么在不报备的情况下，一旦被我们发现，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来进行处理。这些法规可以说跟外国军舰的所谓在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根本就不沾边。你在公海上航行，你爱怎么跑怎么跑，
但是不允许你影响本区域的和平、稳定和安宁。外国的军舰船舶在南海的公海区域自由航行，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这些军舰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在这个海域挑事儿，破坏本地区的和平、安定与稳定，那么后果就会非常严重。有国际法，也有中国的相关法律管着你。如果胆敢闹事儿，小心吃不了兜着走。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